2025年年底，一個看似不起眼卻足以刺穿整個金融體系的細節，正在中國悄然發生。5年期大額存單正在從銀行櫃台上集體消失，不是個別銀行，不是中小機構試水，而是工、農、中、建、交、郵儲6大國有銀行同步撤櫃。這一刻，很多普通人還在問：利息低點而已，有這麼嚴重嗎？但銀行真正想說的是，不是利息低，是這筆錢我們已經不敢要了。銀行第一次發現存款正在變成一種負資產。過去10年，中國銀行拼了命地幹一件事：搶存款。5年期、3年期大額存單利率一度衝到3%以上。為什麼？因為那是一個閉着眼睛都能放貸的時代。房地產瘋狂，地方政府借錢無底洞，企業擴張像打雞血。銀行只要吸到錢就能穩賺利差，可現在一切斷崖式反轉。2025年最新數據顯示，中國銀行業整體淨息差已跌至 1.42% 的歷史低位。這是一個什麼概念？業內有一句黑話：淨息差跌破 1.5%， 銀行就開始呼吸困難。而現在已經不是困難，是窒息前夜。你存進來的那一筆3年、5年的高息錢，對銀行來說，意味着未來幾年要持續、剛性、無條件的給你付利息。可另一邊呢？房地產不貸款了，中小企業借不到也不敢借，地方融資平台現金流乾涸，新增貸款規模斷崖下滑。2025年11月，中國新增人民幣貸款僅約3900億元，而9月份這個數字還是1.29萬億元，2個月直接腰斬再腰斬。錢進來了，項目沒有，利息卻必須付。於是銀行終於意識到一件恐怖的事：存得越多，虧得越快。撤掉大額存單不是調整，是止血。很多人以為銀行只是降個利率，沒什麼大不了。錯，撤掉5年期大額存單是一種極端金融動作。這意味着銀行在公開承認3件事：第一，未來5年他不敢保證自己有穩定賺錢能力，否則他不會拒絕長期資金；第二，他在主動切斷長期負債，因為一旦未來降息，壞賬上升，資產縮水，這些高息存款會像鐵球一樣拖着銀行往下沉。第三，他在為極端情況預留操作空間，包括但不限於利率大幅下行、銀行合併、局部機構重組、風險事件集中爆發。業內一句話點破天機：長期高息負債到了危機時刻就是一顆定時炸彈。所以你看到的是銀行變臉，昨天還求你锁5年，今天直接告訴你，不好意思，不賣了。銀行正在集體承認這個經濟撐不起高利息了。銀行是整個經濟裡最現實也最冷血的存在，他不相信口號，不相信文件，他只看3樣東西：現金流、違約率、未來收益曲線。當銀行集體選擇撤退，就說明一件事已經被內部反覆論證過無數次：未來3到5年，中國經濟找不到足夠安全、足夠規模、足夠回報的投資出口。官方數據已經給出答案。2025年11月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僅增長 1.3%， 創下清零結束以來的最低水平。居民不消費、不貸款、不擴張，錢全都趴在銀行裡，但銀行卻不敢接。這不是金融危機的結果，這是金融危機的前兆。最殘酷的真相，銀行不是在保護你，是在保護自己。很多儲戶還在自我安慰，銀行這麼大，國家會管的。存款保險不是還有50萬嗎？但問題是，
銀行現在做的每一步都不是為了儲戶，是為了活下去。縮短存款期限，壓低利率，關網點，縮服務，嚴審核，每一項動作背後都是同一句潛台詞：錢不夠用了。當一個金融體系開始通過壓縮居民收益來維持穩定，那本身就已經是一種隱形財富轉移。你沒有破產，但你正在被慢慢抽血，而大額存單的消失只是第一槍。如果說大額存單下架只是銀行的第一步自救，那接下來發生的一切才是真正讓普通人感到不安的地方。因為從這一刻開始，銀行防的不再是風險，而是你。銀行為什麼越來越冷漠？答案很簡單，錢開始往外跑了。很多儲戶已經明顯感覺到變化，網點越來越少，週末不營業，大額取現要預約，轉賬審核層層加碼。這不是服務升級，這是防禦姿態。銀行內部最害怕的是什麼？不是你存錢，而是你突然把錢取走。當一個體系的資金流動性開始變緊，最先出現的信號永遠不是暴雷公告，而是人為設置障礙。業內人士私下透露，當前不少銀行內部已經將穩定存款列為第一考核指標，甚至高於放貸規模。一句話翻譯過來就是，能不能把錢留住，比能不能賺錢更重要。這在正常經濟週期裡幾乎不可想象。銀行怕暴雷不是空穴來風，很多人至今仍然低估了一個問題：過去20年，銀行的錢主要投向了哪裡？答案只有一個：房地產加地方融資平台。而這兩條線現在同時出了問題，房企違約潮尚未真正結束，地方財政吃緊，隱性債務壓力持續暴露，大量歷史貸款展期、重組、延期確認損失。賬面上看，壞賬率可控，但真實世界裡，回款正在變慢，甚至消失。銀行不是不知道，只是不能說。於是，最理性的選擇只有一個：盡可能減少長期高成本負債，大額存單首當其衝。階層分化正在金融系統裡被徹底放大。這一次變化對不同人群的影響完全不一樣。有路的人已經在悄悄離場，他們通過外資銀行、離岸賬戶、外幣存款、貴金屬，把一部分資產移出低利率、低回報、強管控的環境。而沒有路的人呢，只能接受現實，存款利率不斷下調，理財產品不再保本，股市長期低迷，房地產徹底失去投資屬性。結果就是一句話：你越保守，回報越低；你越沒選擇，成本越高。這不是市場競爭，這是結構性鎖死。一個正在成型的危險共識的保本已經是奢望。當全民開始接受低收益也沒辦法，當所有人都不再期待財富增長，整個社會的經濟引擎就會熄火。企業不擴張，家庭不消費，年輕人不冒險，中產不投資，錢只能躺着。而躺着的錢正在被通脹、貶值和低利率一點點吞噬。這是一個緩慢但確定的過程，而銀行撤掉大額存單，正是這個過程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暴露在公眾視野中。當銀行都開始嫌棄長期資金的時候，問題從來不在你存不存錢，而在於這個系統已經不知道該把錢投向哪裡了。這不是情緒判斷，這是銀行用真金白銀投票後的結論。大額存單的消失，不是終點，而是一個時代正在悄然落幕的標誌。真正的考驗還在後面。